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现在在一家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当项目经理。我想要分享有价值、生活化的互联网行业知识，会在每周分享新的动态给大家。这周分享的内容是我用3个月考取 PMP 专案管理师的经历。在上一集我有讲到有关 PMP 证书的介绍，我想要考 PMP 的原因、考试的费用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今天呢，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考 PMP 证书的整个过程，还有我自己是用什么样的策略，3个月就考到了 PMP 的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吧。我自己呢是报读了一些网络的线上课程的，报名之后呢，班主任就会把课程内容 email 给同学，email 的内容就包括了正式的课程、纸质的教材等等。接着呢就可以开始学习了。纸质的课本就有 PMBOK 中文版、培训讲义、模拟题、知识紧急，还有一些课程是线上的。老实说，我自己呢是没有把这些学习资料全部都看完的，因为呢早上要上班，只能用下班的时间去准备考试，所以呢时间是很有限的。我只能用到的是 PMBOK 的中文版、培训讲义、模拟题，还有在线的一些题库等等。那我自己对于这个考试的策略呢，就是轻学习重刷题。我呢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把全部课程跟考题都看了一遍，再花了4个星期的时间学习整合范围、进度、成本这4个 topic。那我个人是觉得范围、进度、成本这个 topic 非常的重要，建议多花时间在这几个 topic 上面。而且呢，我认为学完以后，我目前在职场上运用到最多的3个知识点呢，也是这3个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认真去看。那另外，我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学习质量、资源、沟通，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又学习了风险、采购、关系这3个 topic。那最后3个星期呢，我就是疯狂的刷题，一直刷，一直刷，错了就马上去检查原因，马上改正。那在一开始呢，就是我想给自己定一个考试目标，但是呢，我没有考过 PMP，也不知道它的难度在哪里，所以我就决定给自己定目标以前，再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就是呢要去了解这一个考试的制度。那所以呢，我就把全部网课用最快的时间大概过了一次，并且呢，把全部考试题目也过了一次。这次呢，我没有做题，只是为了了解考试的制度，所以呢，我就当 PMP 网课像是看剧一样，先用比较轻松的心情看了一次。那用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，就粗略的把全部视频都看完了。在这里呢，我帮大家浓缩了我用1个星期去寻找 PMP 在学什么的一个答案，可以用1张图来概括。这一张图呢是学 PMP 的人都知道的15至尊图，里面呢包含了5个项目阶段和10个知识领域。看了这张图以后，你可能会觉得更混乱了。那我这里呢就用一个简单的故事，让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图里面大概在讲什么吧。那我用一个烧烤活动来比喻这张图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一群朋友呢就决定跟你组织一个烧烤活动。而他们决定就是你是整合整个活动的负责人，你的朋友呢就是工作人员。首先呢，进入活动启动的阶段，设定了活动的目标，就是想要让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。接下来呢，就进入活动规划的阶段，制定了详细的工作事项，并且确保了只是烧烤活动，并没有其他户外活动，也确认了需要购买的食材和饮料的种类和数量。然后呢，就可以货比3家，之后呢，决定购买距离最近的一家，那它也是最便宜的一家。然后呢，就可以将烧烤的地点和设备进行了调查和准备，并且邀请了想要参与加入的活动人员。随后呢，进入到执行阶段了，负责人呢就要定期去查看一下活动的进度，按照工作规则一步一步的操作，让整个烧烤活动都可以有条不紊的进行。他们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一个很仔细的检查，确保食物的质量和口感都能达到最佳的状态。进入监控的阶段，他们就及时会检测食材的熟度和供应的情况，保持食物的新鲜和充足，避免了发生一些意外，比如说食品中毒等等的情况。并且呢，他们有注意到炭火呢可能对周遭的环境呢会造成影响，因此呢，他们就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减少一些灰尘或者是噪音的产生。最后来到活动的尾声，他们将剩余的食物进行处理，然后把颜料那些都处理好了之后呢，就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交流环节了，分享了活动中的一些快乐和感受。那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场烧烤活动当中呢，我已经介绍了这张图在讲述的内容了，简单吧？我用了短短2分钟就可以让大家省了1个星期的时间了。在大家都知道了考试内容之后呢，我想要来讲解一下，当时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也是一边在看网课，同时间呢，我也会打开 PMBOK 中文版和讲义的。
所以呢，我就是一边看网课，一边呢就打开 PMBOK 和讲义放在桌面上，然后就一边看课程，一边就记录一些重点啊，自己抄笔记的。那这里呢，我建议学习的时候呢，同时要抄重点，方便考前复习。同时呢，我把 PMBOK 因为它很厚一本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把它分了13份，把它们每个章节都拆开。就不用把厚厚的一本书本都带在身上，我只要每周带我正在学习的一个章节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全部网课看完以后呢，就来到最后这3个星期了，我就一直疯狂的刷题，疯狂的刷，错了就去检查原因，然后马上改正。一本模拟题呢有几百题，通常我一天大概只会做100题左右吧。那我觉得做题最重要的是重视它的质量，因为要确保知道错在哪里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能光是刷题不加以思考，因为它的题目呢是不能背诵的。在做题的时候呢，只能依靠学习到的概念去思考那个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。比如说以下这道题，由于客户休假，项目经理将已完成的项目的可交付成果移交给客户方的项目经理。1个月后，财务团队通知项目经理，客户拒绝审批且未按发票付款。若要避免这种问题的话，项目经理应该先做什么呢？ A. 获得客户代表的签字。 B. 确保合同中注明客户付款流程。 C. 确保整个项目的可交付成果质量。 D. 将客户不在岗的问题升级上报给发起人。那大家可以用5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答案是什么。答案呢是 A。 你要知道他现在要考你的知识点是什么，就是确认范围。然后第2，我认为很重要的是，因为它的题目呢是不能背诵的，所以做题的时候呢，只能依靠学习到的概念去思考刚刚那个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。第3呢，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是用排除法去做考卷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知道呢，以上这一种题目呢，就是不能靠背诵，只能靠你对于 PMP 他教你的时候，你理解到多少去做题目了。那我一开始在做模拟题的时候呢，只有20% 是做对的，但是随着越做越多的题目呢，之后我就记得我在考试以前应该是有85% 以上的正确率的。因为呢，做题呢会越做越习惯的，所以呢，如果做错题没关系，继续做下去，然后不断的改正就可以了。那学的差不多就可以报名去考试啦。如果在大陆地区的话，每个季度可以考1次。那如果在港澳台或者是国外的话，是机考的，所以你随时都可以考试。我当时呢，我记得我选择的是笔试，因为我觉得用电脑考试多多少少对于我来说都会有一点不习惯。报名之后呢，班主任就会通知你考试的时间、地点、考试要注意的事项等等。考完试之后1个月左右，也会在 email 收到考试结果的通知，一般会先收到电子证书，再收到纸本证书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我在3个月里面是怎么样考到 PMP 的一个介绍。那在职场上，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了，拥有一张专业的证书呢，的确可以让你脱颖而出哦。那经过我今天的介绍以后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考试通过，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，快速累积到项目管理知识和提高个人职场的竞争力，从而可以加薪水啦。